哎，等一下，为什么左下角这一只没有带瞳孔放大片？它怎么跟其他人画风不太一样？杀死！因为 Master Duel 在进线卡表上一直都有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最经典的，来，我们这边把编年史拿出来，正好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编年史。来看一下，我们回到天地创始之初，2022年的1月份 ，Master Duel 开服了啊。当时的御三家是谁？黄金青，也就是主任啊。左虚无，右赤命，灵摆召唤黄金青。中间是谁？白色答辩，重光宣告者 ，A.K.A 阿巧，龙辉巧。右边是谁？铁兽。当时的铁兽有很多种变体，各式各样的铁兽都有，比如说神弓、双龙抗战的基本款，也有 LL 铁定结界像或是什么鬼东西的，反正有很多的铁兽。好，那时候的一些妖魔鬼怪都还在外面，好像是非常友善龙。Number 86英豪勇士先锋之枪有没有这么顶？并挖虚无空间啊，那时候还有滴滴炸弹，滴滴炸弹第一套脚本牌 ，Master Duel 的第一套脚本牌，还有小车车装破猫，对吧？好，到4月鲜花进来，5月大家最喜欢的英雄进来，同时还带来了一副也是他送新手追随活动的第一套御主牌相见。OK， 那7月份勇者和阿教进来了，在这个时候，他终于回过神来，做出了惊天一表。2022年的8月31号，八法死了，王宫的敕命、虚无空间这些恶心的贴纸死了，南把75。代替他的大哥86去死了，神性小子死了，因为大家最喜欢的英雄，这个用来当素材实在太赚了。正是因为有这惊天一表，他前面说实在的，刚开服的时候 ，Master Duel 的热度很高。如果你们有经历那时期的，就是在2022年年初有在看实况的，应该都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原本没有打游戏王、原本没有接触 Master Duel 的实况主，也在尝试游戏王，对吧？但是当时有什么问题？首先，他开服即摆烂，人家都是开服试着要冲人气、要办活动、要炒热度，我开服直接摆烂，没有新卡表，也没有什么新的卡组，我直接摆烂，烂2个月、3个月，再来。没有中文 ，Master Duel 不是一开就有中文哦，它还是简体中文先进来哦，所以当时没有任何活动，没有任何的官方赛事，没有任何的宣传，且没有中文的情况下，这款游戏一直摆烂到了8月31号，才终于开始决定振作起来，不给用魔法卡。的王宫的敕命好像有点问题啊，把它编掉好了。大家在抱怨主任的 P 区实在是太恶心了啊，好像把它编掉好了。到这个时候才有开始你知道动起来的感觉。那接下来呢？9月份是什么？是烙印 1.0 的时期，就是第一批。那个时候做场比较好笑，就是2张到3张的褐卓龙开烫，那时候的烙印还烂烂的。然后呢？然后鸡哥进去了，9月30号。说实在的，是该进去的。他再不进去，我 Master Duel 可能真的要退坑了。我跟你们说，我是被鸡哥打到短暂退坑的，因为当时天梯，你任何一套牌只要能凑齐2只怪兽，里面包含协调，就是水鸡白头龙，我们走。所有的牌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先手的成功率极高，是吧？你定完场，那个叫做我太帅了，那个场子定下去之后呢，基本是 auto win， 就真的太强了。那时候
玩的很难受，就是因为先手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而且演超久，没错，演超久啊，所以进去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再来，2022年的12月是什么？白银城 1.0 加神杯啊，同时风结界项被玩进去了，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进去的结界项。OK， 好，时间线来到疯狂的2023年啊，记住2023年。2023年1月10号，原神 1.0 问世。当时的他还叫原神，现在的话，原神的名号换人了，他最多叫个元武。啊，一卡救起整个电子界族，牌组代价堆木，手牌特殊召唤，跳个本家还可以触发再检索 ，God damn！ 啊，然后因为有人要进来了，所以在2月6号把丙蛙和小车车运输车关了进去。是谁？谁这么有牌面进来要让丙蛙先退位让路？雷精灵，巨大电光闪灵 ，God damn！ 开启本家系列全家陀螺的新时代。只能说，当时雷精灵进来，你看到对面通常召唤贞子的狙，你要做的事情不是笑他的，哈哈，通召狙会不会玩？你要做的事情是赶快把你手上的贞子的狙丢出去，因为他要开始陀螺特招下来了。God damn！ 啊，然后同期进来了一些到现在都还蛮有登场机会的卡，好像是处刑者，对吧？还有兽机神或者叫兽代斗士的国王，当然还有庞克的加强啊，鹿角仙鹰、鹿角大仙和修女的加强。英雄当然也稍微补强了一下啊，与此同时也进来了一张不是很起眼的卡片——变形斗士电话机。这个不是很重要，我们不要管它，能出什么事呢？就是一台一星地属性机械组的怪兽而已。好，时间先继续往下，来到2023年的3月份，在3月09号的时候呢，进来了根本不应该被印出来的一个系列，一张卡都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根本就不该被设计出来。文房四宝，伊西斯的剑神官、兽神像，树神像，抱歉，古卫兵、古尖兵，这4张卡真的是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到底是谁设计的？这是前一天交设计稿的时候喝多了，还是怎么样撞到头了是吗？只能说相当离谱啊！与此同时，3月份也进来了像是居魔像、水晶星，是吧？GG计数器，还有天童啊，当然还有一张在当时不是很重要的卡——魔妖不知火语啊，因为当时没有另外一张酷酷的通常陷阱卡。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到了2023年的4月份 ，Master Duel 迎来了史上最强。在2023年4月10号，一套史上最强的牌组进来了，他把我的泡面玩进去了，妈的！我那个时候在煮我的捕食植物，我煮好了，泡面就被 ban 了，我超气，我没有办法原谅伊势坏。好，总之与此同时进来的还有辅助地属性的春化金这个小系统。OK， 那人鱼的统治呢？从2023年的4月份开始啊，接下来我们会往下看哈。到5月份呢，异鱼进来了，还有一些厉害的额外怪兽，像是海神、四海龙、加速同步星辰龙，同时也有一些东西被玩进去了，比如说星球改造，在6月8号被关进去了，魔鬼科学怪人。这种科学怪人的玩法，后胜，抱歉，活化都胜啊，不能玩了，也被关进去了。那烟狱呢，也不行了。这个毕竟看人家手牌再决定丢谁，不管你是用厌胜骑士，还是说动力工具勇气龙，都是有点离谱的卡，这个确实。好，接着来到2023年6月份，这个时候呢，进来了烙印 2.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系列深渊兽，到现在的赛场环境上都可以看到深渊兽的身影。
那与此同时还有谁？像是共鸣之翼和铁兽的 Link 5大哥啊，你们都知道为什么共鸣之翼放在它上面啊？冠军分体聚合者、凶教岛的天敌，还有雷精灵的猎宝蝎种，或者你们叫它驯妖 ，anyway 啊，但是这些东西说实在的，哪怕有这么针对的深渊兽，都完全无法撼动这个史上最强。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了6月份，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3月份的这个系列出现在右边的进线卡表里，对吧？没有，他们直到什么时候才进去？到7月都还活得好好的。7月份是什么？是白银城 2.0 和重获魔 2.0。白银城获得2张非常强力的新卡，有新暴击，有大幻影光临啊。至此，白银城只缺1张关键的通常陷阱卡。那重获魔呢，则是有了 Link 3的卡式地珠，有场地，有本家面甲等等的强化，让它变成一套可以玩的牌哦。当时天梯许多萝莉控狂喜，是吧？不过那跟我没有关系。同时进来的还有暗黑界的龙神王，可以去其他融合牌组里面打工。有甲地，有创王的强化，影之创王，还有一个小小的系统，在杯赛里面大放异彩的分裂母蜘蛛、宝宝蜘蛛、宝宝蜘蛛。那继续往下，来到2023年的8月，这个月份相当的 crazy。首先，一套并不困难的牌进来了 ，Master Duel。相信有不少观众是透过决斗回放，或者说 Master Duel 决斗回放的精选认识这个频道的。那如果我们这个频道一定要挑一副怎么样都绕不过去的牌组的话，那只能是这一副了，就是一套并不困难的牌。当时主力的怪兽狼哥、芬里尔落地就吃了一个线2，彰显他的尊爵不凡。但事实证明，线2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这张卡一进来，大家发现是线2之后呢，很简单，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所有的牌组点开来，随便踢走2张牌，放2张狼哥进来。空场特招，我在自己检索我自己没有亏任何一张手牌的情况下，我现在有干扰，有场值，跟鬼一样。只能说落地线2真的是有点不够哈。然后呢，终于在人鱼统治的环境4个多月的时候，在2023年8月31号迎来了一表积木龙 No.86 梅路人鱼、古卫兵还有 FTK 的救急幻神通通进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线卡表。关于这个进线卡表，此事在 Mr. Low 底线 TW 的实况台亦有记载，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现在是在开台悼念积木龙吗？对呀，积木龙被 ban 了，我真的好难过。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此是相当的难过。好，感谢我们的 Mr. Low 底线 TW。OK， 总之这个表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鸡哥 2.0 积木龙进去了，那 No.86 也进去了，这代表前面为他背黑锅关进去小黑屋的 No.75 可以准备放出来了。毕竟有很多牌确实是会用到 No.75 的。然后梅路人鱼，我得说梅路人鱼这一刀，如果说我们往上看，如果说在2022年的8月31号，这个今天一表，他们彰显了要开始对 Master Duel 有所动作的决心，对不对？我们不再摆烂了，我们不再把你们放在那边，就是慢慢的腐烂生锈，我们决定要做点事情了。那么2023年8月份的这一刀，则是他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TCG 和 OCG 的世界线。梅路人鱼这一刀真的精锐，
相当的精锐，它让奇多卡洛斯可以活下来，但是你每个回合少一次融合点，同时砍了2星的梅路人鱼，也保了雷精灵的 Link 2妖精。我只能说，如果没有进这张梅路人鱼，奇多卡洛斯和妖精至少得死一个，真的至少得死一个。正是因为这一刀，让他走出了不同于 TCG 和 OCG 的世界线。那古卫兵没什么好说的，本来就该进去，是吧？这让人家怀疑的是，为什么只有古卫兵？那古尖兵呢？至于隔壁的救急幻神，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张卡是干嘛的。简单来说，他是坏人。他当时跟恐龙那一套小角龙的牌组在玩 FTK， 就坏人，不要理他。K 社不太喜欢 FTK 啊。好，我们时间线接着往下，来到2023年的9月份，9月7号的时候呢，进来了小小皮尔利和玉屋。OK， 2套都是相当有人气的卡组，一个还被世界赛的参赛选手选为，如果你要通常召唤一张卡在现实的话，我会选择通常召唤小小皮尔利，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与此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些日后也是很重要的卡，像混沌双翼，还有防火强龙采流体，还有机械装置作响之夜 ，Bro。电子龙玩家狂喜吗？没有，通常召唤冲浪检察官的玩家狂喜。对了，在一个不起眼的日子里，2023年9月1号，一个不是很重要的3阶超量怪兽被放了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放在这边记录一下而已。好，我们时间线继续往下。9月份呢？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卡也进来了，什么东西？达摩炮、6世坏的加强、大宇宙人、3战之号，还有红人鱼。至于大挪煮水，说真的，我忘记把它删掉了，他根本没有资格和其他4张卡站在一起，但是我忘记把它删掉了，就给他一个位置吧。10月份进来的2套新牌呢，是救援王牌 RACE， 但是注意，这个是 1.0 的救援王牌，意味着它没有紧急。他没有本家的月之书空中防灾机，所以当时的救援王牌就毫无反应，只是一个救援王牌，他也没有交到什么坏朋友，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牌组。那另外一个，这不算是新卡，而是一个强化卡，但是由于它的强化的系列原本太旧了所以还是会把它算成是一个新的卡组，那就是咒仪又称咒法。那最厉害的就是这张咒法人鱼，在当时有一套牌叫咒法雷精灵，那个场做出来跟鬼一样，过不去，真的过不去。这个人鱼的效果甚至没有1回合1次，康烂你。好 ，OK。那接下来10月份呢 ，Number 89电脑兽进去了合理嘛？毕竟大宇宙人来了，你这个。再跟6世坏混在一起的话，确实有点离谱啊。与此同时进去的还有早该进去的古尖兵，这东西活多久？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古尖兵什么时候进来的？3月。什么时候进去的？10月。哥们，你可以活这么久啊？早就该进去了。好，至此文房4宝里面死了2宝，只剩下墓地干扰和墓地回收的剑神官树神像。与此同时，前面替 Number 86他大哥背黑锅的75也被原谅了，放出来了。那后面有一些那种自己系统内建 R3 的牌组就可以去利用它来做一个针对怪兽效果的干扰，也挺好的。倒不如说一开始就应该把86关进去，是吧？这凭什么我进去背黑锅啊？我比较黑吗？10月底呢，也进来了一些很重要的单卡，像是救机到应该说这一张卡可能是 Messador 当时最特殊的一张卡，没有之一。因为在此之前，在这一张救机之前，它的环境大概慢了10卡，可能8到10个月左右。可是这张救机是几乎和10卡同时期一起进来的，
这让大家看到说，哎呦，该不会以后 K 社有打算出什么 Master Duel 的先行卡吗？不会吧，不会吧，有这么好的事情吗？当然，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8月份，我们知道答案了，确实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些那种什么点心大精灵之类的可以玩嘛，是吧？就也许吧。好啦，至少它是当时第一张和史卡几乎同时期、同个进度一起进来的不像其他系列至少慢了可能8个月左右。那与此同时进来的还有撕裂时间的绿柱魔童和信魂一个很贵的 R4 组件。那11月9号进来了2套牌，一套是 VS 对己斗魂，还有新潮魔杵。那 VS 呢，当时进来的时候就有不错的表现。至于现在的史卡，更是搭配那一张神圣书，更是妙不可言但是那是之后的事情了，跟我们 Master Duel 暂时没有关系。而新潮魔杵，在日后也有史卡的强化，不过也还没有进来，所以它进来的强度倒是没有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只是意外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卡图很讨喜，就人气意外的挺高的哈，蛮常遇到的，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在11月9号的时候呢，还有几张卡也进来了，像是封存龙，还有令和一的解码者，然后红莲指明者被关进去了，就行吧，没有任何意见。怎么可以看人家手牌动人家手牌，坏！好，时间线来到2023年的12月。12月呢，没有发生什么太疯狂的事情，就是武士坏和好门之守护者进来了。门之守护者也不知道为什么人气也挺高的，我也常常遇到，就大家喜欢大部分解的过程吗？你敢指定我？你敢破坏我大部分解？开始风水雷，然后开始组装变成什么风雷风水水，这行吧？我没有任何意见，一套蛮有趣的牌组，而且便宜。武士坏呢？说实在的，这套牌我不好评价，只能说花最多的粉尘上最贵的当，就当时有花钻、有花粉尘去除武士坏的，我给予充分的尊重，没有别的意思。在12月4号的时候呢，这个东西虽然对环境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很值得一提，那就是 K 社在尝试利用 Master Duel 作为一个实验场，大赦天下，把12兽的汇聚和老鼠给放了出来，秦剑猴还有真龙偷偷都放了一点点出来当然汇聚是直接解散。他在用 Master Duel 来尝试这些东西放出来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没有的话，那史卡是不是可以跟上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像现在的明亮融合，是吧？所以这是一个讯号，确实，你可以把 Master Duel 当成一个试验场，你就放出来看看嘛，没有影响史卡就跟进让大家有更多东西可以玩，也没什么不好的。好，2023年大概就这样。时间继续往下，来到2024年。2024年的1月份呢，进来什么卡我们先不看，我们先看进线卡表。不是，哥们，混沌魔龙，你可以活到2024年啊！我每次开这个进线卡表，我都要吐槽一次，你这个东西凭什么活到2024年？就 how？ 只能说完全没有任何道理。混沌魔龙，他这张卡有多赚应该不用我过多的说明，或者说你们不知道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来看混沌魔龙，看一下，此卡同步召唤成功的场合可以发动。首先它没有绑素材，你任意的，就是能够凑齐8星的同条的素材就可以。好，同步召唤成功的场合可以发动，从我方牌组上面翻5张卡，那这5张翻完，你可以从中挑选一只光暗属性怪兽加入手牌，那剩下的呢，送到墓地。太扯了吧！这什么？然后重点是2效果也很赚，
二效果也很赚。二效果是什么？将此卡以外的光暗属性怪兽各一只，从手牌墓地除外可以发动，此卡从墓地特殊召唤。哈！我开完一效果大赚特赚，我把它拿去当场值，不管是继续同条还是拿去 link， 我让它进到墓地，它还可以复活。对，就是这么赚的一张卡，只能说非常离谱。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活到2024年的话，我跟你讲，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早就该进去的东西吗？太离谱了吧！它可以活到2024年啊！然后隔壁的灰白龙，他凭什么跟这张卡站在一起？还有这好事，因为2023年的世界冠军是龙泉。不行，龙 link 龙泉拿了世界冠军，你灰白龙关进去，不是干我屁事，哥们，干我屁事！我灰白龙没有办法，你的牌组拿了世界冠军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那右边的命消的宝牌，这个应该也不用介绍了吧？有人不知道它的效果的吗？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但是终究是关进去了。好，那底下这一张操纵武者装流的破坏铠，一张莫名其妙的操纵怪兽，为什么被关进去了？因为当时看一下左边，操纵武者神童系列的强化卡要进来了，所以先把有可能被玩坏的支援 FTK 的这张破坏铠给关进去。这个东西如果你神童进来了，你不去处理它，那操纵是可以很容易的 FTK。所以这个也是预防 FTK 的进线卡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那1月份呢，刚刚操纵神童提到了，田梦基也跟着一起进来了，也是一套挺有人气的卡组。他现在还可以玩大宝剑哦 ，God damn！也是一个属于成功率不高，但是一旦成功非常非常爽快的牌，是吧？我要发飙啦！确实是相当过瘾。对了，一起进来的还有 GP， 但是没有人在乎他。哼，谁叫你没有办法处理后台？这后面强化那什么暗袭手，气死我了！好，再往下来到2024年的2月，这个时候一套重量级的卡组进来了 Master 蛇眼，它可以说是截至目前2025年8月30号为止，在 Master 里面强势的最久的主流没有之一，就是它。你说那伊势坏呢？伊势坏活很久，但是它没有强势很久，而蛇眼直到现在都还有一定的强度，对吧？你蛇眼轴哪怕是断了一条腿，现在小绿没了，你给它打完还是该有的都有，不像伊势坏那个被砍上限，你少了一个融合点，那不一样。这东西真的从2024年2月份进来，然后强到现在。那与此同时进来的还有厌胜骑士的查理大帝，史上最强的 Link 1和 TG。先不要管 TG 了，我知道没有人在乎 TG， 但是 TG 进来带来了一张非常重要的卡。红龙，后面有玩百夫长或者是其他同条卡组的，应该知道这张卡有多重要，是吧 ？TG 带来了这张很重要的卡，我们感谢 TG， 谢谢 TG。同时，当然黑魔女跟蛇眼就一起进来了嘛，两个人狼狈为奸，肆虐整个天梯。God damn！ 那再往下，3月份的时候呢？等一下哦。2024年3月8号的时候，有几张卡进来了，其中有一张影响后续环境很深远的通常陷阱卡事物回滚。与此同时，因为这张卡和地缚解放进来了，也诞生了一套叫做回滚地缚解放恶魔群的，算是 Master 脚本 2.0 的牌组。 1.0 是什么？滴滴炸弹。那时候天梯有许多玩家被逼到额外只带13张，就是因为那个白痴的滴滴炸弹脚本。那后来呢？后来很多玩家被逼到看明推理就宣等级5，就是因为回滚地缚解放恶魔群。
跳废品收集者是吧？好啦，总之回滚在这个时候进来了，行。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来到2024年的3月份啊，3月8号呢进来了3套牌，结晶神、塔马西，也就是红恶魔龙 2.0， 还有地缚神或者叫地缚戒力，反正就是这套牌啊，也是我组了之后呢又拆掉的第2套牌。第1套牌是淘气仙心，真的谁爱玩谁玩。当时我心心念念很久的异界共鸣同步融合，哼，又同步又融合，结果它是特殊召唤，它不是正规的同步和融合召唤，你一堆那种同步召唤成功时的效果都不能用，什么融合召唤成功时的效果都不能用，你能出的东西有限，你就是最多出个什么暗黑界的龙神王啊，又或者是什么炎魔龙深渊啊，就算了，不要聊它了，越聊越气。结晶神后续在史卡有获得一点点的强化，算是可以场地单卡动，但是它也是属于那种，我觉得结晶神的牌组类型跟1月份进来的田梦基有一点点像，那就是成功率不高，但是你让他成功了，或者是对面看不懂你的牌，乱动你的场地，你会很爽的牌组同时也是在我们决斗回放的精选里面常常出现的常客都骗人家组，是坏。那3月份呢，还有很多重量级的单卡也进来了。那首先当然白银城的强化，白银城的管家，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卡，它也可以拿去支援其他的牌组。当时管家进来的时候，有一套很酷的牌，那就是白银城修女，但实际上白银城的部分只带一点点，它修女可以在第1个回合就有共赴何方或者是连倒可以用，因为是管家直接带的。蛮酷炫的牌啊。那还有篝火篝火 bro 炎属性元年火山岩皇帝、破线神王炎魔，还有一个设计的，我个人觉得设计的非常好的系列装甲超量，它让很多可以 R3 和 R4 的牌组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斩杀组件，对吧？只要花你一点点额外，再给你一点点本身效果不是很差的废件装甲超量跟全装甲超量是吧？你就可以有这个优质的斩杀额外，相当不错，设计的相当好。还有一个不是很重要的炎属性战士族怪兽王者登普西，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它，但总之它进来了。接着来到2024年的4月，救援王牌终于迎来了它的加强，有紧急和空中防灾机，让它终于像是一套运作的比较正常的牌组了在当时也有挺多人在玩的，不过依旧没有改变它处理不了后台和贴纸的问题。奇美拉幻想魔族奇美拉，这个没有意外的话是游戏王 Master 第1套幻想魔族怪兽为主的牌组当时进来的都是第1批的幻想魔族，也确实是一套很有趣的牌组至于日后他的组件被拿去帮人家跳白魔女，那又是另外一件故事了同时还有我们的熊盔巧 AKA 北斗天雄介绍完了，就这样，对，没有人在乎他。好，那融合强兵、小皮尔利的强化，还有进化地的进来，这个说实在的也不是很重要。4月份我们就这样跳过 ，OK。时间线继续往下，来到2024年的5月，这个时候 Master 进来了一位游戏王史上最完美的女人 ，Link 2 SP 小夜骑士小夜丸，确实。从现在开始，大部分的牌组额外卡位只剩下14张、14格，你必须留1格给这个完美的女人没办法，这效果是真的好，是吧？效果是真的好 ，God damn！ 安心信赖小夜丸航空。那在5月9号的时候呢，进来了转身延寿 2.0 有像是烈焰还有本家的。狂怒不死鸟一个万能检索点都很棒当然狂怒不死鸟也很常去其他牌组打工。那冥冥图也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但是当时是 1.0 1.0 的冥冥图没有什么，没有本家二哥冥海网
也没有催眠羊，也没有那个丑鱼卡可塔斯，都没有啊。但是并不妨碍冥冥图成为一个人气挺高的牌组。还有，超级外挂人荷鲁斯，天哪！荷鲁斯进来之后呢，有很多牌组这开心到翻掉了，挂棺材咯，挂伊姆赛特咯，好开心欸！啊，这些手牌我都不要了，通通丢掉。何老师起跳，行吧，我没有任何意见。好歹他外挂是要亏一点手牌是吧？OK， 至少何老师没有再出什么更疯狂的东西，就现在这样子的话，也不是不能接受啦。好，我们时间继续往下走，来到2024年的6月。6月份呢，进来了阎王、霸王门魔术师，还有黑白妹、华尔秦离 1.0。OK， 当时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阎王就是游戏王”。天哪，有谁是在6月份开始被阎王蛇眼打到退坑的？挥个手，我统计一下。那时候的阎王蛇眼全盛时期，真的是全盛时期。蛇眼还没有被砍多少的时候，那个阎王蛇眼 ，God damn， 确实是相当厉害。与此同时，也进来了像黑洞龙啊、闪刀机的强化，不是加400，而是先手算相当有用的卡梅利亚，还有奇迹的魔导剑士，毕竟有霸王门的魔术师嘛，有扎克的那套牌组。那6月份的重点则是在于6月6号。6月6号有一张卡被关了进去，因为有人要进来了。这一张是什么？其实刚刚搜寻恶魔龙的时候呢，上面就有一张，就是它，暗红恶魔灾2，又称加速2。它也是属于那种此卡同步召唤成功时，一旦一效果通过了，对面就直接暴毙的类型。你看哦，此卡同步召唤成功时可以发动，应对此效果，对手不能发动卡的效果。这个回合对手不能发动在场上发动的效果，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什么叫做这个回合对手不能发动在场上发动的效果啊？对，我同步召唤我就开1效果，那针对这个效果你不能发动任何效果来对应，然后这个回合你不能开任何在场上发动的效果，不是哥们？那你在我的回合叫这个我玩个屁啊！对，所以他被关进去了，因为百夫长来啦！如果这个东西进来了，他还没有被关进去，你可以想象红龙在你的回合跳这一只，那个会是多么令人愉悦的画面吗？我都不敢想，真的太可怕了。所以被关进去也是合情合理的，是吧？那百夫长 1.0。少的卡你们都知道，就是他现在本家只有普利梅拉一个协调，新的那些还没有进来，也没有8星的。那尤贝尔也进来了。7月份也同时带来了一些卡，像是电力或者叫电器，也有人喜欢叫它低配版天杯龙，但是就是一个老系列啦，有新卡强化也挺好的，不要叫它低配版天杯龙。它好歹有一点点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它很像天杯龙，知道了，低配版天杯龙。好，同时也进来了一张，到现在赛场上都还可以看到的天庭号杀手提丰。在当时呢，很常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场上有挡。但是那些都是攻击力3000或以上的怪兽，而对面拍了一只怪，你没有反应，你给忘了有一张卡进来 Messador 了，那对面就干嘛？原地上叠，祥子同学，对，真的很常发生，真的是非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提丰我觉得也挺好的，没什么问题。那还有灵魂鸟神、鸡孔雀。这个小系列也进来了，这个东西为什么灵魂鸟神系列我放的卡是这一张呢？你们知道天岩户吗？好，
那你知道他可以忽略召唤条件，把天岩户从牌组拍上场，而且他不会回到手牌吗？啊，对，就是这样，没错，是，可以理解了吧？来，我们看一下啊。好，我们看灵魂鸟，灵魂鸟神姬孔雀，看重点。那之后可以从牌组将一只等级4以下的灵魂怪兽无视召唤条件特殊召唤。所以天岩户一旦通过，只要此卡在怪兽区域存在，双方不能发动灵魂怪兽以外的怪兽效果，你不能发动任何怪兽效果，因为你不是灵魂怪兽。啊，所以确实是有人在玩这个东西的，它也是属于那种成功率不高，但是成功通过了，你基本上快 win 的那种牌。God damn！ 啊，对了，微风麒麟被放了出来。Hello， 在场有000玩家吗？微风麒啊，总之7月份呢，还有龟龟和凯撒竞技场被关了进去。那龟龟呢？你们知道龟龟为什么被关进去吗？龟龟被关进去的理由是5月份进来的何老师，超好笑。那时候他们开发了何老师龟龟的 FTK， 他们用何老师去凑好多等级8的怪兽，然后等级8的怪兽你就可以有一只可以跳那个额外的元素龙的，对吧？然后呢，元素龙攻击力飙到很高，再拍个龟龟下来射出淘汰。然后因为那个操作太简单，真的太简单了，成功率又高，所以龟龟就被玩进去了。我只能说他进去的理由真的是蛮好笑的，就终究是被玩坏了。那凯撒竞技场呢，本身也算是一个封锁类型的贴纸啊，也有人称它为闪刀竞技场啊。总之，这种贴纸本来就该关，就关进去了。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到2024年的8月，8月8号呢，进来了3套，应该说1套新牌，2套是加强的。新牌是速生，强化卡呢则是冰结界啊，有冰灵山龙组灵枪龙，还有RR 极喜猛禽的芋泥脆皮鸡起身反叛猎鹰。这2套牌也都是日后在天梯上蛮常见到的，尤其是冰结界，在当时的风水杯真的是被林枪龙和雷凤的组合定到人家受不了，去带什么东西？去带在稍早前7月29号解3的强夺，我受不了啦！我要强夺你的林枪龙，没有办法，真的受不了了。那个风水杯到处都是冰结界，到处都是林枪龙和雷凤。好，那跟强夺被放出来的同一时间，还有真正意义上的3色党，救急龙魔导师 AKA 白爹也被放出来了。实际上他不是被放出来，他就是进来梅瑟多。那个大包我记得超坑的，里面就1张白爹有价值抽，其他都是没什么软用的东西。还有这好事那你抽不抽？我用盒的，小朋友才抽，我有粉尘。当然大蓝也被解了出来，放1张出来。行。那继续往下，来到2024年的9月，9月进来了很多的新卡，有些是新的，有些是强化卡。累货支援3族的一个系列，挺好的。现在也有很多牌组会带它玩，没什么问题。还有超级酷的大哥大王鬼牙 ，God damn！ 光道统治其中一个主题杯赛的主题，永远记得过不去的前场神光之龙，后场光道盾，对吧？这怎么过啊？过不去啊！那时候主题杯大家就烂烂的啊，就你光道这么强。古巨基这一批进来了，暗黑巨人，还有司令跟农夫山泉，就也挺好的。到现在也都有不少人在使用古巨基的牌组，后手斩杀相当爽快的牌组之一。次代机
次代机这一张 Link 1证明了，只要 K 社想救，没有救不起来的牌组。次代机它的牌组老旧到什么程度？你如果去看次代机的那些小怪的效果，它甚至都只有什么通常召唤、检索一张什么东西，然后没了，没有任何其他效果，没有金木效果，没有什么其他诱发的，也没有什么特招的办法。但是他想救，所以他印了一张 Link 1，让你一回合通招1次、2次、3次、4次、5次、6次都没有问题。但是也因为全家就靠他，所以他暴毙你就暴毙。芳香 2.0 基本上就是跟植物族混在一起，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白骨为什么把白骨道君主这张卡单独拿出来讲？这张卡虽然是当时白骨为数不多的强化卡，它也没有进来很多东西，它就最主要就进来这张卡，但是就是这一张卡对白骨这套牌组影响深远，它的堆木能力在白骨本家那是相当厉害。你墓地白骨数量足够的情况下，这个堆下去惊天动地，不开玩笑的，全家死光光，现在立刻马上。所以这边给他一个位置对我们白骨表示一点敬意然后呢，8月7号的时候有2个答辩被玩进去了。不是丢答辩的那个嘞，丢这个奇巧人偶梦魇跟超魔神本我的那个人嘞，那只龙嘞，不用管一下吗？你关答辩丢他的嘞。游戏王是这个样子的，当一个人或者一只怪或者一条龙，他把答辩丢到对手场上，引发了问题，请问是那个丢答辩的怪有错，还是答辩有错？官方给出答案了，是答辩的错。你怎么可以是答辩？坏，所以他把答辩关了。说实在的，我没有办法理解，我也不是很想尊重他。总之就是这样吧。你说答辩没了，那怎么样？嘿，我改丢DDD，我改丢拉的使徒，救命！也是在这个时候呢，部分的烙印玩家被人家讨厌。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2024年的10月份来了，他来了 ！God damn！ 近期唯一一个以后手回杀为主的主题撼动整个 Master 的天梯环境，无数牌组为了他去带一些针对性的卡。诸如像是威吓的咆哮，光子版的 Kuribo， 还有什么完全防音币、完全音防币，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总之你不准同条的，真的是太可怕了。真正做到后手回杀项的牌组，也可以改变世界的，就是这套牌——天杯大人。这个应该不用我多说总之在2024年10月份进来了。对了，另外一个答辩被关进去了。还有这个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答辩，不是哥们，那丢答辩的呢？所以我说丢答辩的呢，不管答辩有错，先关他。好，珍珠世界也进去了，就在2024年的10月9号行。与此同时，尤贝尔幻影限2，头盖骨龙限1，蛇眼炎灵限1。到这边蛇眼算是被砍了很大一刀。那环境上呢，尤贝尔也回归到相对合理的强度，但还是非常强。所以10月份的天杯进来之后呢，就进到了一个很经典的环境，就是天杯尤贝尔。你们比较近期才加入游戏王 Master 的，应该有经历过，对吧？对面不是把你的场子解完，拍一张白板下来，不然就是一言不合就先戳一台尤贝尔幻影 ，bro。当然10月份也不是只有天杯，实际上还进来了哥布林。前一阵子我玩的非常非常开心的牌组和灵兽的新卡，有手短短的雷拉，有野兽龙，有圣灵兽起的 Link 4。
也让零售变成一个有机会在像挑战者杯，甚至到今年的世界赛都有机会出场的牌组。那炼狱机也迎来了新卡的强化，相当厉害的邪恶这个融合怪兽，还有新的令克斯之类的东西，那个我们就不管了。总之，它也有新卡。在这边10月份10月底还有一张卡偷偷的进来了，没有掀起任何一点的水花，但是就这样子进来了。闭锁天之月现在只有闭锁天之月没什么用，因为他能拿去 link 的东西还没有进来。好，我们时间线再往下，来到2024年的11月，这2张卡不要管它，反正就是发现没什么威胁放出来好了。暗黑界的军神就给你啊，刚多拉全家团聚了，为什么？因为黄金贵的刚多拉来了。好啦，这个还你啦。所以进线卡表没有太大的意义。那进来的牌组呢，有幻咒的壮阔巴哈配合固定音型，还有新的小怪，成为了很多牌组的一个赚场子也好，凑000怪兽也好的小组件。也确实活跃于在各种牌组当做资源。黄金贵，说实在的，黄金贵就只强过一个杯赛，叫做零额外杯。还记得那时候的零额外杯吗？场上就是一个沉默剑士加沉默魔术师，后台黄金贵，然后盖一张换你，然后你发现你过不去，他也就在那个杯赛作威作福，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后面大家有额外之后就把它打烂了，这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被骗去组黄金贵，但是，我只能说。我只能说莫慌，等到这张卡进来，你们当初笑我组黄金贵的，你们在笑的是一个赢家，行吧？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总之呢，黄金贵进来了，跟他同一起进来的还有2套牌，一套是魔式甜点的强化，哇，最顶的结场复数。非指定洗回牌组提拉米苏，终于有在对面也能开的版本了。草莓提拉米苏就挺好的，魔式甜点玩家狂喜，终于不用依靠那一张唯一的散步，想办法祈祷活过对手的回合了。可是说实在的，我没怎么看到提拉米苏，就可能玩的人不多吧。然后城之内言之剑士，说实在的。言之剑士这一套牌，它就是我对于 TCG 和 OCG 设计卡牌理解不同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就是 OCG 印一套后手相的牌叫什么？天杯龙。TCG 去设计一套后手相的牌叫什么？叫言之剑士。哥们，你们强度要不要差这么多？好吧，只能说今天如果2个主题的，你知道设计他们的那些人员换过来由 TCG 来设计天杯龙这个主题，由 OCG 来设计言之剑士，那你就会看到言之剑士统治环境了，就对啊。好啦，这个就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此前也多次解释过，为什么 TCG 和 OCG 在设计卡牌，他们的强度会落差的如此之大，因为底层逻辑不同。首先，最关键的一张卡，贞子的 G， 这张卡在 TCG 并不存在，所以他们在设计卡牌的时候，他们卡牌的终端的强度。会觉得就是我做完这个场，那对面后手应该是5张牌或6张牌来过，那我的强度要缩限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好，所以他们设计卡牌的强度底层逻辑大概是这样。可是 OCG 呢，有 G 啊，
他预设你会中车，你会中那些抽牌系手坑的情况下，你的场子做完，对面可能有8张，可能有9张手牌要来过你的场哦，那不行，那我的场得强一点，我的场要厉害一点，好，牌效拉满。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就这样子看下来，真的，你 TCG 和 OCG 的强度，那真的是差异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们现在试图在做的就是把真子的车拆分成多多米宝系列，对吧？啊，分成3等份，有抽牌组额外牌组的软棉雀金，有抽目的除外的臭猫咪，有抽手牌的水母，是吧？你除非有一天真子的车全部被这3张卡给替代掉，都关进去，然后再重新以此为底层逻辑去设计新卡，那旧的那一些战力已经膨胀到收不回来的，你就想办法进线它。你如果不这么做，你的接下来的卡只能越硬越强，越硬牌效越离谱啊！当然这个有点题外话了，我们就不再赘述。总之呢，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往下来到2024年的12月哦，12月就很热闹了，12月就不是开玩笑的，各位啊 ，damn！ 奇巧人偶 2.0， 奇巧人偶在这一次世界赛证明了他先手能拿到的话，确实是可以不给对面还有下一个回合的机会的，行吧？当时在天梯上，你看到对面拍个场地通招小兵队，你就可以准备尖叫了。你不想叫的话，就左上快速投降。那白之声也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但是12月份的白之声只有白之声和他的玩具箱，还没有圣徒之类的东西，所以当时的通常召唤希尔维那个中场的强度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虽然已经不差了，但是确实没有后面圣徒进来之后的那么离谱。淘气先行，说实在的很难评价。这边唯一值得讨论的就是制作这张编年史的人应该把淘气先行的卡放反的，他为什么头是朝上的啊？这个我回去检讨一下，我叫那个 Mr. Low 检讨一下好不好？这卡应该是放反啊。总之我们看一下12月份的一些重点单卡，当时12月6号进来了一些相当重量级的卡啊，不管是解禁的还是新的卡。首先，在遗产包，就是你们打天梯会拿到的那个票券，遗产包里面进来了一张酷酷的要算数学的通常陷阱连力炮固定式。God damn！ 自此，某座城池的城主开始熬夜通宵算数学，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超魔岛龙骑士，等一等 Dragoon 可以 ，A.K.A 红爹 ，God damn！ 要知道 ，Massador 是一个青索龙生染还活着的世界线，看一下哦。你不要觉得现在大家2卡1转青索龙生染是一件很稀松平常，好像吃饭喝水一样的事情。这件事情你在 OCG 和 TCG 是做不到的哦。现在是只有 Massador 你才有办法2卡1转青索龙生染，实际上念染，但是不重要。就是从2024年12月6号开始，你可以2卡1转青索龙生染，然后真红颜融合，确实相当酷炫，就放出来大家起来嗨啊！同时还有真龙剑皇 ，God damn， 真龙剑皇，行吧？这个应该不用过多介绍嘛，就总之你看他吃什么东西，他就是对什么类型的全抗，相当厉害。好，再来新杯神子伊布。那新杯神子伊布能出什么事呢？不就是把它放出来吗？哼，二人谷对此点了个赞，确实放出来挺好的，没有任何意见。梦幻崩界人鱼哥布林，这可能是游戏王最早一批2卡1转，最后做出来的主题相当有威胁性的牌，对吧？就是人鱼哥布林。你谁都可以2卡1转接到天晴总之对此我也不做任何评价。
再来还进来了银法师高茂兔，这个也不错，他陪伴了我之前打 XYZ 联合启动好一段日子。确实没有他的话，我的联合启动估计是要暴毙了。白魔女，我是真的没想到，之前那一套冥冥图在挑战者杯先手大杀四方做出来之后几乎无解。这个东西你光是在场上头就快痛到不行了，相当的厉害。只是没想到这一次可能是因为废件有点多，总之没有采用它的构筑，但是挑战者杯确实挺常看到的。然后有人把金钱虎玩进去了，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有人把金钱虎玩进去了。好，2024年的12月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接下来时间线来到2025年。主播图呢？抱歉，最近比较忙，上个礼拜挑战者杯，这个礼拜世界赛，下个礼拜又挑战者杯，没有时间做。我再给我一个礼拜，我一定可以做完。你看，我都把资料打在上面了。好啦，总之，2025年的事情你们可能比较熟悉啦，就快速看一下，是吧？1月份多多米宝进来，2月份克魔，3月份白龙，4月份原石，5月有海皇，6月有水晶机巧，7月玛丽斯，8月雷热 ，God damn！ 老哥，好啦，这样子我们的编年史 run 过一轮了，怎么样？你们有从中看到 K 社进线卡牌的逻辑了吗？一些那种比较重点的，会不会死？会不会马上死？通常不会。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除了带你们 run 一下这个奇奇怪怪的人做的编年史之外呢，回到刚刚的关于这一次世界赛的进线卡表的讨论透过刚刚秀出来的这个编年史，你可以知道会死，可是真的不会这么快。就看看咯，看他这次世界赛之后要怎么处理咯。我就这样子拖到了10点23分，怎么样？听人家干股有听得津津有味吗？喝个水啊！对了，刚刚那个编年史做完之后，我会丢在 DC 群，你们有需要的自取，好不好？你们是要分享或干嘛什么的，随便。那个做出来就是要给人家看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完整的。实际上前面为什么会做那个编年史，主要还是为了服务有来看台的观看我们决斗回放的观众因为我们节目常常会出现那种，比如说2023年或者是2022年的投稿，而你再一看，比如说现在我跟你讲，我的投稿是2023年的4月2023年4月那个时候是在干嘛？你没有办法一下子马上进入状况，但是如果把编年史打开呢，我们只要回到2023年的4月，你一看，伊世坏刚进来，OK， 大家瞬间聊天室可以进入状态，对吧？那观看体验就会更好一点。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做的，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我并没有收录的非常详细，可以理解吧？再给我一个礼拜，我一定可以做完。